跟着引航员来到黄埔古港这个地方。那如果是大船呢，到了黄埔古港，它就不能再继续往前了，然后会通过广州的小船，将货物将级别比较高的那些外国人就可以带到13航里面来。但是如果是像那个水手这些呢，他们就依然是只能停留在黄埔古港了。叫你们管事的出来说话，管事。对，那黄东出去呢，他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反方向，就是从13航到黄埔古港，到东莞，到澳门，最后再出海。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艘外国商船，它在中国办完手续之后，它要怎么离开？我们看到这里有2份粤海关的外洋船牌，就是它在中国完成了贸易，然后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缴完了税款之后，粤海关就会给它发放粤洋那个外洋船牌，然后表示它就可以离开了。那我们呢，现在还不确定黄东究竟是坐的哪一艘船出去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呢，它是在1774年的时候出去的。我们来看一下1774年的时候，一艘外国的商船，它上面载有哪些货物？首先是公司货物，它会分成2部分，一个是公司货物，一个是职员私人的货物。这个算走私不？对对对，但是呢，它是人喜私人夹带，这算走私。人喜公司就是公司人喜呢，它完成了指标之后，它是可以私人携带货物。但是应该要定额，有定额，有限额。对对对。然后同时呢，公司货物最大宗的就是茶叶，在当时的交易最大的就是茶叶，所以布莱克呢在广州从事的也是茶叶的生意。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是黄埔古港出去了这些江上的一些船只，这一个叫做鸭船，就是当时用来养鸭子的，这个是帆船。然后这一个呢是岭南人家的，就是沿岸的岭南人家的一个画面。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大船了，就是外国的商船了。刚才我们也看到，在珠江的城区这边是没有大船的，在黄埔古港这边就会有很多大船。那其中呢，这里有一幅是黄埔挂号口的图，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的粤海关是设在13航这边的，但是大船呢又只能停在黄埔古港，所以呢，为了方便他们办税缴纳费用，然后办手续的，就在黄埔的地方设了一个挂号口，方便他们办手续。那我们同时看到，在那个税馆的左边呢会有兵营，然后右边呢会有好几个寺庙，对吧？那这条路的路尾，然后右边有一个洪圣庙。那洪圣是什么意思？洪圣就是宋朝的时候，那个宋太祖赵匡胤给我们的南海神所封的封号叫做洪圣王，所以民间呢就喜欢用那个洪圣来称呼南海神，在民间办了很多这些小寺庙，然后供给海员们祈祷。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南海神庙？如果没有去的话，待会有时间可以过去看看，就在离这里300米左右的西边。它是建立于隋开皇14年，距离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历代帝王祭海的场所，是官庙，也是东西南北4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海神庙，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参观的。我们往这边走看看。好的。各位，请这边请啊，我们继续。那刚才提到了，就他们死了以后，那个人去世了怎么办呢？他爸就说，那你有很多的一些遗产啊，包括一些什么书籍啊，要运回去，带回去，对不对？于是呢，他就把一些那些画册啊，还有那些资产啊，这些就带回去。好，我们看看啊，那时候如果要带一些植物种子回去呢，非常困难。你看它有一个箱子啊，像运输植物的箱子啊，叫爱丽丝箱，把这个箱子呢放植物。我们这里在模仿这个箱子，宝宝，这就是等比例的吗？对。就是像这种箱子呢，你看在船上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海水是咸的。你看在船上放那个箱子，晃来晃去的话，海水就打进去，对不对？那就容易把它淹谁啊？就那些咸水嘛。所以呢，它经常这里会有一些玻璃把它罩着防水，然后呢这里盖着。当然，如果天朗气清的时候就打开，通透气这样子啊。像船有，比如说这船有甲板，有底下货舱，还有上面这个舱一个货放在上面，因为它要吸收阳光。对，
它放上面，它不会放船舱。这个就不会跟货上一起啊。然后呢，其实这里要从广州出发的话，我们以前在那个苏伊士运河没有开通之前呢，那没有挖出来之前呢，它是怎么走的？一般是从去印度尼西亚，然后就打横过去莫桑比亚海峡，这个放下好望角，然后再往西，到过台湾，这过去的。对，补给嘛。但是有些商船呢是可能去西亚，就阿拉伯地区，然后再沿着东非海岸这样走。它怎么走都要不过好望角，一定要去好望角，一定要去好望角。它应该是它是穿越印度洋，还是贴着海岸线走？两条线嘛，第一条线是从巴达维亚那个就印尼的那个方向。我说它是穿越印度洋，还是贴着海岸线过来？有条线，对，有两条线嘛。第一条线是先到印尼，然后过去；第二条线呢是沿着南亚就印度，然后去西亚、阿拉伯地区那个再沿着那个东非海岸过去。就沿着海岸线走，贴海岸线走的。但太浪费时间嘛，沿着海岸线走。但是暂停，不断的补给，所以一条线从广州去到伦敦起码半年。他们一般走要走几个月？至少半年，有时候1年多都有。宝宝，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那时候有没有铁皮的船？没有的。那时候是什么船？那些都是木的大的这些帆船。所以他们那时候说那个黄东去伦敦就九死一生是啥意思呢？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东西，就沉船嘛，就风暴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应该是人力船，还是那种蒸汽船、蒸汽机？肯定是人力，你摇不动啊，这哥。蒸汽船，烧煤蒸汽，有动力。就应该那就烧煤的东西蒸汽船，但还是木头的。有，其实有木头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那些在船上就加装了一些铁方面，但是加固。对，肯定不是一艘大的铁船，就不看Titanic那种，就是说肯定不是那种。当时还不能造巡洋舰嘛。现在很多一些画作，你看给我们看到的都是木船。风帆对，帆船。三角帆，这个是叫这介绍了他来到了伦敦以后，看看后来各家看这拿破仑死在这里。这是一张拿破仑在这死到这里了，是吧？是这不拿破仑？对，是的，对。如果能给他上个色就好了。因为当时的就不是。现在给那个上个色。这些都是用。太那个了，是不是？议会接就是好了，他们一家就真的就在我们这里，你看在7点钟那个位置那个点，看到没有？7点钟位置那个点，非常的有钱。好了，那有钱的话证明什么？证明他的身份地位，整个家族是很显赫的。所以呢，黄东把东西交给了，把他的遗物交给了他父亲布莱克的父亲以后呢，布莱克父亲就带着黄东，小黄来，我带你去，这是什么太太？是什么见世面？见世面。对了，并且呢，他也把他当时带去的种子呢分散到各地，就是英国各地。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秋园，这个秋园呢非常有趣啊！这里还原那个秋园，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还原植物园这样，它是一个植物园秋园，只是说是200多年以前的一个植物园，200多年的植物园啊。那上面有一座塔，秋园可以坐吗？现在可以坐吗？可以去休息一下，打卡。注意安全就好了。好。这里呢。这种宝塔呢，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对不对？它就是仿中国的一些古建筑，但是仿哪一座呢？现在不可而知。我们参考的估计是南京的大报恩寺的，又或者是我们广州的爬多塔这样子，因为老外见过，很喜欢，于是他就模仿了在他们秋园这么一个大花园的时候修建。好，请往这边参观。你看，这是还原的秋园那个温室。温室呢，就什么？就一些热带或者亚热恒温恒湿的一些植物，它要4季长春的，就是常年要养殖的一个植物，就这个温室了。这种其实现在秋园还是作为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植物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植物园了。当时您说是把大陆的一些种子带过去，有没有造成生物入侵呢？有没有法律约束而已。对，我相信那时候英国作为殖民制国家，它四处就是收掠，
包括能吃的、不能吃的、能保存的那些文物。他们不是说把那些府帐，日本府帐给带过去了，很多是生物入侵的木乃伊，包括所有的全世界都在抢什么的物种啊、动物啊，都在。我这里还介绍了呢，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一个植物科学化。对，这位请。那黄东呢，在当地认识很多朋友啊，包括在那个这个布莱克爸爸带领下，他们还认识了一些叫德莱尼太太。哎，这位女士非常有趣，你看这3个符号能看出什么吗？这3个符号，这是这位老太太。这个亚字哈，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颈椎操，这样看就看得到了。黄亚东倒过来看的。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呢，可能黄东跟这位老太太呢在聊天嘛，就是说，然后说哦，三友内就把你的名字写上给我看，于是他就写。那他坐在那个方向写字，肯定这样写，对不对？那我坐在这看的话，就可能我怎么写呢？就等于照样画葫芦、画公仔一样，就把它画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反过来，所以他认为就像英文要有正，就是他的名字了，非常有趣啊。